视频开头我们先放这样一组样张啊，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哪张是小米13 Ultra 拍的啊？给大家留个悬念，这答案我们稍后揭晓。手机厂商这2年都在卷影像啊，大家都知道，那他们都在卷什么啊？主观3个字总结：大影框。第一个大就是卷大底、大光圈，带来了更多的进光量提升。这影就是卷算法了，各种光影感啊、影调感啊。这框就是水印框了。其实为了更加直接的提升啊，大家在硬件镜头模组上面堆的是越来越大啊，这个手机后面的 deco 也越来越大啊。但是硬件提升肯定不是唯一的途径啊，算法大家也都在卷啊，光影感、影调感，说白了就是一种软件算法。这其实就是谷歌相机的逻辑了。那软件算法到底可以弥补多少硬件上的差距啊？我们用谷歌相机能不能拯救一下终端机的影像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9，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本期其实算是一个想法验证啊，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操作门槛的，并不太适合大众用户。想要让终端机用谷歌相机拍出旗舰机的水平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得做好2件事。第一个，先选一个合适的谷歌相机配置啊，这肯定会影响到最终的成像效果。本期视频我们使用的是来自日文大佬的 AGC 相机配置啊，成像库是这个啊。视频后面我们还会聊一些关于算法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和日文大佬交流之后得出的啊。非常感谢他对这期视频的帮助和分享。第二步就是选择一部终端机啊，我们首先定了1000到2000元这个出货量非常大的区间，然后从中挑选了一部销量很靠前的 Redmi K60啊，正在使用这部手机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啊，本期无下饭啊，放心使用。为了上点压力，本期的对比参考我们直接拿来了小米的影像大旗舰13 Ultra， 他们俩的硬件配置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这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这期也相当于是来看一看谷歌加上红米能否和徕卡加上小米一较高下。我们正在抽送总价超37000元的新年礼物，关注小白测评 B 站频道查看置顶动态，转发关注即可。听说3连好运翻10倍。我们每逢拍照必下雨啊，一看天气预报又是连续几天的阴雨啊，只好趁着雨小了一点啊，赶紧出去咔咔一顿拍。先来看一下 K60 的主长广一致性表现啊，不对啊，这 K60 没有长焦，因为是雨天嘛，这天空的实际观感是有点灰色偏青的啊，实际就这样。而 K60 原相机的超广角直接给拍成了灰白色，和主摄的色彩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而 K60 谷歌相机这边的表现则是要好不少了，在色彩的一致性上要更胜一筹。实拍对比上，我们挑选了谷歌相机比较出名的徕卡鲜艳和小米的徕卡经典啊，都是风格化比较明显的模式，但还是要特别提醒啊，这2者在调教风格上肯定是有所差异的，大家就看一个感觉啊。开头第一组先让大家选一波啊，喜欢小米13 Ultra 徕卡经典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弹幕扣波1啊，喜欢 K60 谷歌相机这种风格的可以扣波2，喜欢 K60 原相机的可以扣波3。这组乍一看色彩调教风格的差异还是不小的，右边阴影下的紫色花朵 K60 原相机因为锐化发白观感上不怎么好，而谷歌相机这边呢饱和度则是要更高一些，它也没有刻意的去提亮暗部，主观画面上要更讨喜一些，并且整个画面对阴天的那种感觉还原也是不错的。我们内部问了一圈啊，有不少小伙伴甚至主观都觉得这 K60 谷歌相机的毒味比13 Ultra 还要更浓一些啊，谁才是真徕卡啊？室外的这个离 K60 原相机的画面就有一些平了，谷歌相机的对比度呢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了，整个画面也更有阴天的感觉。到了林间小木屋啊，整体色彩上主观更喜欢谷歌相机这一张，但是在中间树叶的细节上，谷歌相机这边有些过爆了啊。K60 原相机嘛，直接抬走。雨中花朵的这张小米徕卡经典一贯的调色风格，中间紫色的花朵有一点点过爆，变成了浅紫色啊。和 K60 谷歌相机这张，你更喜欢哪一个？当然这只是风格倾向上的选择。这组树叶上的水滴特写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视频一开始的这组样张啊。小米13 Ultra 的徕卡经典在曝光策略上并不倾向于压高光啊，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这组就只有谷歌相机还原了水滴内部的细节，感觉非常晶莹剔透啊，这种倾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来到花朵的特写，小米13 Ultra 大底的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主体突出，背景虚化也非常自然。这一组就图一乐了啊，我们使用相机的夜景模式，打算看看在逆光场景下的细节保留如何。K60 原相机还是直接抬走，13 Ultra 这边第一眼观感还行，但很明显为了提亮啊，中间的柳叶如藕端丝连一般啊，只见其叶不见其茎。谷歌相机这边则是依靠着 HDR 算法，整个画面提亮的非常明显，在树干细节的保留上是独一档的。最后这组白色花朵不分析了，你喜欢哪个可以直接评论弹幕一下。夜景环节理论上是硬件大底的绝对优势场景，但或者是小米的徕卡经典不怎么喜好压高光啊，在这组路灯的样张里是比不过谷歌相机的暴力 HDR 算法的。谷歌相机这边甚至连后面商场里面这灯的高光都给压住了。下面这组就有点意思了，雨滴砸在地面，
溅起一圈圈涟漪，城市的喧嚣似乎在此刻凝固，水坑里倒映着高楼的影子，孤独地矗立在雨幕之中，唯有谷歌相机压住了倒影里的灯光。这组的拍摄条件就有些苛刻了，雨滴在发热的灯上蒸发液化，形成水雾啊！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这灯着火了啊！不过可能是因为谷歌相机徕卡鲜艳的算法偏向于提高饱和度这一点，这组灯光的色彩反而要更加接近人眼所看到的样子。13 Ultra 的徕卡经典在夜间拍摄灯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发白啊，当然这也是小米的策略问题，后面这两组也是基本一样。看了这么多组对比啊，谷歌相机对于终端机的影像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也是谷歌相机的一大优点啊，无论拍摄什么样的场景都能够展现出更多的细节和色彩，这确实得益于它强大的算法。什么算法？不就是个滤镜吗？关于算法和滤镜的这个区别啊，网上确实有非常多的争论。尤其当小米和徕卡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啊，很多人说这小米就是拿了个徕卡的滤镜来忽悠人啊。其实算法和滤镜在原理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啊。这简单点说，算法是在拍摄前期对无损的 RAW 格式照片进行处理，在这个阶段可以调整非常多的参数啊，比如说噪点啊、锐度啊、高光啊等等等等。毕竟是对无损的格式进行处理嘛，这样可以保留更多的细节和动态范围。而滤镜则是在拍摄后啊，对于有损压缩格的 JPG 照片啊进行处理，很多的细节和动态范围都已经丢失了，所以你再用滤镜调节参数也无法还原那些已经丢失的画面质量了。再举个简单例子，注意看小米相机界面里面这个摄影风格的徕卡经典、徕卡生动，还有谷歌相机的徕卡鲜艳、哈苏自然等等啊，这些都是算法。而在小米相机滤镜这个界面里面的徕卡经典、徕卡生动，以及相册编辑里面的这些都是滤镜，它们只是改变了照片的色彩，但是并没有改变照片的质量。算法在解析力和细节保留上是要比滤镜强大的多得多的。谷歌相机的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可玩性非常高，它主要体现在配置的多样化啊，不同的配置啊、成像库啊，就意味着不同的算法。其实高端旗舰所谓的影调感啊、光影感啊，不也是算法带来的吗 ？OK， 我们聊了半天啊，这好像全部都是在说优点啊，这听着也太猛了。你看到这儿是不是想马上下载一个体验啊？别急啊，它的缺点其实也很多啊。为了提高进光量，谷歌相机其实是选择了延长曝光时间，从而弥补硬件上的不足。像这组暗光场景，小米13 Ultra 只用了3秒，而 K60的谷歌相机则是曝光了5秒啊。一些白天的场景也是如此，小米13 Ultra 随手拍的体验是要好很多的啊。这曝光时间一长，手一抖，那拍出来的照片就变成了这样。之前影像专题我们讲过好几次啊，这个随手拍的质量才是对大众用户最为重要的一个维度啊。对于大众而言，下限远比上限要更加重要啊。每个人都不是专业爱好者嘛，每个人也不是摄影师。再者就是谷歌相机的使用门槛了，不同的作者、不同的相机版本和配置，导致不同的谷歌相机导入方法还不一样。视频时长有限啊，这个环节我们不详细展开了。如果你想要玩玩，具体的教程可以参考右下角原作者提供的链接，或者在小白视频公众号回复谷歌相机这几个关键字。不光有视频里面出现的 app， 我们怕大家麻烦，还专门录了一个视频教程给你啊，兄弟们记得点波赞，特别感谢。本期视频里面我们使用的谷歌相机配置是适用于各种机型的通用版本啊。其实作者还有一些专门针对旗舰机的配置，在解析力上相较于原相机有不小的提升啊。我们就拿小米13 Ultra 为例啊，这组室内长焦原相机因为过度的算法涂抹导致丢失了很多细节，连字都看不清楚了。而谷歌相机这边则是清晰可辨。在色彩方面，小米13 Ultra 的徕卡经典经常会把这绿色给算成黄色，把这黄色给算成金色，而谷歌相机的徕卡鲜艳则不会这样。像这组紫色花朵啊，这两种不同的色彩风格，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小米长焦祖传的发白问题在谷歌相机上也得到了缓解，极暗场景下的噪点控制上，谷歌相机也更胜一筹。OK， 简单总结，这算法可以拯救终端机的影像吗？在用了谷歌相机之后啊，无论是细节啊、色彩啊，还是动态范围，确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让终端机也具备了与旗舰机相媲美的日常拍摄能力。当然长焦除外啊，这个是软件算法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的硬件优势啊。不过啊，这里我们也并不是说各个品牌的影像工程师都是吃白饭的啊，这搞了半天那么多人，这个还不如谷歌相机做得好。本期还是很极客向的啊，关键缺点前面我们也说了，是要拉长曝光时间的。手机厂商卖的是消费电子品，是要面向大众的，这调教策略肯定要追求随手拍的体验啊。你细想一下，在拍的很好要等一下啊，和拍的一般秒成片啊，这个选择题上，如果你是厂商，相信你也会选择后者。不过如果你有一部像 K60这样影像不强的终端机啊，又想感受一下旗舰机的影像魅力啊，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啊。只不过
要稍微得自己动一下手啊。视频最后呢，我们又随便找了2部1000元机啊，用谷歌相机拍了不少照片，你可以看看效果如何。喜欢的小伙伴记得1键3连啊，特别感谢。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大家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OK，不关注点小白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